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选委会的重构和增加赋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今年9月19号将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李家超周四表示，已审查了1498名选委会候选人的资格，裁定2人资格无效。其中，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被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被裁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周四下午，李家超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会见媒体。李家超说，资审会已完成所有资格审查工作，共审查1498人的参选资格，1496人的提名有效，其中包括325名当然选委、165名或提名产生的参选人及1015名界别分组参选人。李家超表示，共有2人被裁定不符合资格，1名参选界别分组选举的候选人因未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不符合资格，另1名不符合资格的是当然委员登记人郑松泰，他被指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條件。一般嚟講，我哋對於個案嘅細節呢，我哋唔公開。但係今次嘅個案係有特別，因為鄭松泰係一個立法會議員。佢被依法去裁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法定要求同埋條件，佢嘅立法會議席係即時喪失，所以我哋公開佢嘅身份。李家超说，资审会审查郑松泰的登记时，要求他就指明事情提供资料及解释。接到回复后，就他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并效忠香港特区征询国安委的意见。国安委认为郑松泰不符合相关条件，资审会因此裁定郑松泰的登记无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決定及立法會條例第15條，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過往任何人對佢作出嘅評價或者評論，唔係我哋嘅主要考慮。都有係非建制派嘅人士呢係通過審查嘅，所以有反對嘅意見係可以嘅。最重要係佢唔可以做損害國家同埋香港利益嘅事。香港媒体报道，郑松泰曾于2016年10月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厅倒插国旗及区旗，被法庭裁定侮辱国旗及区旗罪成，罚款5000港元。他其实倒插国旗这个事情很明显，他是当时的取态是非常是反对我们国家的，所以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那么政府就趁经常要审查资格的时候，就把他 DQ 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本届的任期也快结束了。因为12月19号就选举了，按道理在选举前大概8个礼拜左右，就整个会期就会结束了。李家超还表示，被依法认定违反条件及要求的人士会丧失5年参选资格。他重申，资审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容許假扮擁護基本法並效忠特區的人進入特區管制體制。不過我要必須講出，一啲嘗試去假扮擁護基本法或者假扮效忠特區嘅人，我唔會俾佢嘅花言巧語去嘗試同自己漂白，因為騙徒往往最叻就係去扮演不同嘅角色，所以喺資格審查會裏邊，我哋所有嘅審查都係嚴謹同埋謹慎嘅。由于资审会的裁决不得提起诉讼或司法复核，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郑松泰表示，只能尊重决定。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彥表示，郑松泰及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秘書處稍後依照法例安排憲報公告。鄭松泰已於8月26日起，即係今日，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咁所以立法會秘書處咧會按照呢個日子咧去支付佢嘅薪津。政治板塊係咪一定係
我係反對派一定反對派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只係表達唔同香港市民不同嘅意見呢，我相信我哋會繼續做到嘅。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现有的香港政治架构下，非建制派并非没有资格入闸，但不论如何，都需首先满足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条件。我觉得中央也是这个意愿，都是唯一条，就是你要在这个尊重国家根本政体，尊重一国和两制，特别是一国为根本。我觉得香港还是有反对派政党是合乎这个资格的。你在欧美也是这样的，你在欧美当在野党的议员，你也是要尊重那个国家的根本政体的。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香港社会正本清源的效力也持续凸显。周四，香港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完成了审议打击起底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草案。9月24号将向内务委员会提交报告，预料10月13号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100万元及监禁5年，并赋予私隐专员调查和检控等权利。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强调，草案不只追究披露起底资料的始作俑者，如有关平台未有按照法律要求移除有关资料，也需要负上刑责。从这个立法来看的话，应该说它排除了这个以前呢反中乱港势力的一些干扰，因此呢，它能够按照既有的立法程序进行正常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回归了正常的进程。此外，香港警方周三指有合理理由相信香港支联会属外国代理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要求支联会提交相关资料。支联会称，常委需要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消息指，警方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于外国代理人，因此发信给该组织10名董事及干事，包括何俊仁、邹幸同和李卓人等，要求提交的资料包括成立以来在港职员及成员的个人资料、2014年起至今的会议记录、收入支出细节，以及这段时间支联会涉及若干组织，包括华人民主书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蒙的活动资料。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第5项规定，警务处处长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向外国政治组织或台湾政治组织或外国的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组织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按指定方式向警务处处长提交指明数据。香港东方日报称，支联会确实跟境外势力关系密切。该组织主席李卓人曾在国安法颁布实施翌日以视频方式参与美国国会听证会，祈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副主席邹幸同一早已被外部势力栽培为在港代理人。他2012至2018年曾出任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2017年曾与港独分子周永康、梁颂恒等到台湾出席支持台独及藏独的组织西藏台湾人权联机活动。支联会副主席兼董事何俊仁是华人民主书院创会董事，书院多年依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运作，与台湾民进党、台独及海外反华分子有密切联系。